我们加底色的时候，这样子用笔肚轻轻的去加一下啊。你看这样会糊，那是因为你笔尖的颜色没有干净，没有干净会糊是吧？糊一点点没有事，不要太多就行了。没有不干净的话，笔尖不干净，你可以把笔尖的颜色在纸上画掉，然后你再去补底色，再去补水或者补底色，再去画。你们这些问题啊，都是一些还是画的不够的问题。刚开始学还是练的不够，看课程的内容没有跟着学，还是练的时间不够。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要多画多练，多画多练，你自己就能找出这个规律，找出这个感觉来。还是一个要多画多练。你们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，还是练的少，画的少，就是花的时间不够多，没有花太多心思。通常我们画这朵花的时候，都有这个背面的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啊，这个背面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先画一笔定位值，先画中间一笔，然后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你这两边这两笔要有所不同，尽量不要画成一样的啊，尽量不要画成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画完一笔之后，基本上要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笔尖的这个胭脂一定要少用，不要太多了，太多胭脂这个颜色就会灰，就会暗。然后我们画一些各种朝向的这种花瓣，侧锋行笔啊，看到吗？侧锋这样子推过来转一下，然后这边点一笔，来这边再点一笔，这边可以推过来一点，推长一点，就让它两边的有所区别。那这一个花瓣的话，你还可以延伸哈，你想延伸，你还可以延伸，那还可以延伸更长啊，你还可以再延伸啊，再延伸。你看一个花瓣，它的基础花瓣就是3笔，但是你可以无限的延伸，更大更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笔上还稍微没有那么干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，来画出各种朝向的。今天基础，今天基础，来推过来1笔、2笔、3笔，好，各种朝向。你看颜色调均匀之后，它的花瓣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。你每一步按照我这样去调色，如果你调不成，如果说你就是调不成，那还是你自己还没有去仔细的去调。你说就是几个颜色和一支笔，你怎么样也能调均匀啊？只要你愿意多去尝试，多去调，都能调均匀啊。刚开始调不均匀都很正常，我刚开始也调不均匀呢，那也要经过长时间去磨合。就像这个笔啊，也要给你磨合，就像你开车，你的车也要给你也是有一个磨合期，都是一样的哈。熟悉还是要熟悉它，你熟悉它，你用它，你才会更加灵巧。那这个花瓣通常就是这一朵花里面的这个背面的花瓣是这个花瓣，那还有一些侧面的，这些侧面的花瓣我们怎么画？侧面的花瓣我们可以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，这个就是侧面的花瓣。那侧面的花瓣它其实有大的有小的，有这种是大的哈，那还可以再小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这种小一点点的，然后还有更小一点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那还有更小的，我们直接一笔拖下来就可以了啊。这个都是背面的花瓣啊，这几个都是背面的花瓣。其实一朵花里面就是这个所有的背面的花瓣加上补正瓣，补正瓣有不会的哈，不会的我们来补上一下正瓣，给大家来示范一下，一步一步的来哈。一步一步的来，先给你们画几个花瓣去补正瓣。像一朵花里面最多的就是这个背面的花瓣画好之后，你去补正瓣。那我们在一个花瓣里面补正瓣怎么补？来画一下哈。你补正瓣的时候，你从这个缺口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到下一个缺口停，然后你这边再补一笔。
然后根部你再沿着这个根部这样子再来一笔，这个3笔就把这一个正半给它补上了。然后你还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，来补充，把这几个反半里面补充正半。就是家人们说不会补正半，来给大家补一下这个正半啊，给大家补一下这个正半。好，我们来从这个切口沿着这个边缘到下一个切口，然后这里点一笔，然后在根部。再从这个根部来这个边缘，沿着这个边缘走过来，你看这样子就补充了它里面的正半，是吧？单独的这个花瓣补充正半就是这样子补。那么一朵花里面最多就是这个反瓣呀、侧瓣，各种各样侧瓣呀，然后补充正瓣呐，然后一些大花瓣呐，其实就完成了。那我给大家还是讲一下这个花哈，怎么去搭这个架子。就刚刚家人说不会搭这个架子哈，那假如说我们还是这一朵花，我们今天画简单一点点啊，还是这一朵花，我们怎么搭架子？这里是花心啊，这里是花心，中间的这一层搭架子啊，我们分解，先开始分解，我们3个部分啊，分3个部分，我们不要分4个部分。我们今天画一个，上次画了这个30岁的牡丹，那我们今天画一个18岁的好不好？18岁的牡丹花，那搭架子怎么搭？我们这18岁的这一圈的这个反瓣都往里包，这边的又往上包，这个姿态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姿态，往里包，到时候你的花瓣都是按照我现在这个箭头的方向去画啊，花瓣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去画。这个是中间这一层的第1部分，这个是第2部分，这个是第3部分。刚刚还是问到这个组合，我们的这个调色其实还是练的不够。刚刚问的最多的还是这个组合不会，搭架子不会，补正瓣不会，这些大问题啊！这些大问题我们还是要重复的再讲。我现在就讲从头到尾哈，从头到尾这朵花怎么形成的，你们可要仔细的，不要说我没有讲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中间我们就分3层，那我们之前这一朵分4层，它特别复杂，有很多我们的新朋友没办法接受啊。我们分3层啊，分3层去画，分3层，分3块2层，1层中间这个圈是1层，外面这个圈是1层。那么外面这一圈的花瓣往外分4个方向往外展，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像这种花型，我们的大规则是花瓣的大小、颜色的深浅变化、大规律、物象的虚实变化，这个是这一朵花里面的大规律啊。我们看一下大规律，我们怎么样一步步分的去画？那我们接下来哈，我们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哈。那么刚刚的这一块，我们把第一块把它先拿出来哈，这个是花心，来，第一块，来，我们现在画这第一块了啊。我们现在来这第一块，我们把一块一块的把它拿出来。那么现在这是第一块的地方，第一块我们怎么画？我们先把这第一块怎么画，一步步的给大家分解哈。这个是第一块，这个是整个图，整个分解图。然后我们来一块把这个第一块再拿出来，第一块拿出来。好，我们首先颜色要调好啊，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我调色的时候，这个笔都是贴在盘子里调，这样子啊，颜色才会由深到浅自然的这种渐变色，这个颜色才调得更加均匀。大家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。这个第一块的这个花瓣，它的箭头都是往下哈，往里包，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。这个是花心，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来。我们这个是背面的花瓣，一笔推过来，然后两边再加花瓣，补充一点颜色啊，两边加花瓣。
那加的这样子够吗？够不够？够了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延伸，把这个花瓣延伸长一点的也可以。那这两边也可以再加，让这个花瓣显得更加自然，更加碎一点点。好，那这是一层，那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我们再补充第二层。你补充第二层的时候，你从这些缺口这里出发，从这些缺口沿着这个花的这个边缘推、停、点，然后从这个缺口这里再出发，再过来，从缺口这里沿着这个花的这个边缘走，好不好？就不要重复了，不要跟它重叠了。好，这个旁边也是来一点点这个尖尖的，来一点这种尖。好，我们继续把它补满一点也可以哈，补满一点也可以。就是你边画边点，你刚开始不会画的时候，你就按照我这样方式推一笔点一笔，推一笔点一笔，慢慢的过来。然后我们画这个层次的时候，一层大一层窄，那我们下一层我们就要宽一点。那这一层我们就要这样宽一点，也是一样，推一笔点一笔，然后再推进来，再点一下，让这个花瓣有变化啊，补充颜色。然后这边这个边缘这里还是一样的，让它伸出来。为什么要伸出来？因为它这个花瓣边缘它肯定有一点伸出来这种感觉嘛，是吧？然后这边可以再过来一点点哈，可以再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的这第一部分我们就画这3层就可以了，3层就可以了，2层少了一点，4层的话也可以，5层也可以，但是3层的话是一个最基础的。这个是第一块的花瓣啊。这是第一块的花瓣，看到这个图吗？我们现在画的是第一块，我们把这个第一块把它单独的拿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块啊，第二块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第二块在这个地方，第二块，那第二块也是一样，从这个边缘往这个朝着这个箭头这里，朝着这个箭头这里啊，朝着箭头里面。来，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给大家分解哈。首先，我们还是要补充颜色。那我们笔上干的话，你可以补充一点底色。就我们想要稍微浅一点，像这些花瓣它稍微浅一点，我们补底色。如果说你想要像这朵花，这么深的话，你就不要补底色，直接补水，把颜色调饱满，它就是这朵花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，你是需要补底色还是补充水分？好，我们继续还是来调色，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给大家讲透啊，把这朵花把它都学会啊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包菜型的是最基础的一个花型，把这个学会了之后，这个是比较细致的。你再画其他的，先把这个笔墨功夫练到位了，你再画其他都会很简单，知道吧？先把这一朵花给练会，各种各样的。虽然说每次画这种包菜型的花，但是每一次的画的都是不一样哈。我们画第二块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画这个中间的哈。就我不停的讲，怕大家连接不上，总把这个图给拿出来。那么画中间这一块包起来的，我们现在画的打这个架子的，全部都是反瓣，知道吗？全部都是背面的。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都是有一点凹起来，我们现在画的都是这个背面的，只是不同角度的背面，有正背面，有侧背面，还有侧的更多的背面啊，都是画这个背面。我们打架子全部画的这个花的这个背面，明白吗？打架子全部画的是花的背面，明白吗？我们现在打架子全部都是反瓣啊，就是这个背面的花瓣，不同角度的这个背面的花瓣，不同角度的背面花瓣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我们接下来哈。来画第二部分，我们把这第二部分又拿出来。第二部分怎么画？我们第二部分的花瓣，还是侧面的花瓣，带一点钩，按下去啊，提起来，然后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啊，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子你看它的这个花瓣始终朝着这个心哈。你看我从这里画，它的花瓣始终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来。
那么画了一个之后啊，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我们画一个花瓣之后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画了一个之后，其他的花瓣就沿着它来画，其他的花瓣就沿着它来画，沿着它来画。怎么沿着它来画？可以重叠。哎，这里面重叠一个进来，重叠了啊，重叠从这里又伸出来一点，伸出来一点，你可以这里露出一点点来，露出一点点来啊。这个表示重叠的一个花瓣啊，表示一个重叠的。那其他的再继续加哈，加了一个之后，这两个都是基本上是大的。那我们旁边还要加这种小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加了一个小的之后，我们再有一个3个花瓣，这3个花瓣都在一起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跳出来的？还是一样的侧瓣，还是一样的侧面花瓣，我们要跳出来的。看到吗？我们这个还没讲完哈，这个花瓣是不是大一些？大一些，这个是不是小一些？好，你看这一组花瓣，这3个花瓣啊，这3个花瓣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密，它是3个是密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它就是一个疏的，是吧？它其实可以说是疏密，也可以是多少。那其实它这里也是一个多的，然后这一个它是一个少的啊，都是一个少的。然后这一个花瓣呢，这个花瓣它是大的啊，那这个花瓣它是小的，那又有大小。然后这个花瓣它同时它也是长的，然后这个花瓣它又是短的，是吧？它有多少这种对比关系？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画画就是在画这个它的一个对比关系，让这种对比关系去协调整个画面。你看我们在画的这种关系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在怎么去组织这个花瓣，怎么去打这个架子，这个现在就是在教你们怎么打架子啊。好，这个是第2部分啊。第2部分你在打架子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什么？像这种你要注意这种啊，这种变化，大中小这种变化。你看这里这个地方也不能太齐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太齐了。你看它离这一条线都有长短啊，都有长短，就尽量不要让它齐，知道吗？还有这些哈，这些你看为什么我们这3个在一起？然后我们要跳出来一个，我们如果把这一个再挨着它画，是不是不好看？就是我们在打架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呀，就是这些细节上的问题，你们要注意，要听懂，要看，要仔细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画这个第三部分哈，再讲这个第三部分。第3部分是这一块啊，来这一块，第3部分的这一块。这个是第3部分，那第3部分我们同样按着这个箭头往里画啊，这个花瓣的朝向还是朝着这个花心，好，我们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底色啊，来继续调色，先调这个藤黄。好，每一个颜色就要调久一点，把颜色调均匀哈，颜色调均匀才能画好。颜色没调均匀，说神怎么画都画不好。然后我们画第3部分这个花瓣还是这个背面的花瓣，我们打架子还是这个背面的花瓣。那背面花瓣我们第3块我们就要有所不同了，我们不要跟前面这个我们说了这全部是反瓣，我们反瓣要有所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一块的反瓣，我们前部画窄一点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。我们前部画这种窄窄的、小小的，来画一下，画一笔，笔尖上就要沾一点点颜色，然后再贴着它，再来一个，继续贴着它，继续贴着它，来，继续贴着它，来，这个根部再来一个。你看都让它在一起，那在一起的时候偶尔我们也要挑出来一个。那你看这个花瓣的话，它都是跟这一块的
有所区别。你看我们在三个组合，我们在一组里面它都有变化，大中小长短的变化。那这三个组在一起，这三个都要有变化。它的花瓣，你看这个都是正背面的，这个是侧面的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是侧的更厉害的，只看到一点点的这种侧面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这个花瓣的变化。你看这个花瓣也是一样的啊，有大的，这个也有这种小的，有这种长的，也有这种短的，还有这种密的，这一块是很密的。那这一个呢，又是这个疏的，是吧？这都是在画变化啊，画每一组它都是在变化，都是在画变化。那我们中间的这三组，我们都给大家示范了，大家明白吗？听懂了吗？这三组每一组怎么画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规律啊，我们讲的是规律，这是大规律。你要心里面你在想着这些疏密关系、大小关系、长短关系这种对比关系啊。好，中间的这三块听懂了哈？中间这三块 OK 啦。那下面这一部分搭架子搭好了是吗？架子搭好了之后，我们要第二步是干什么？第二步就是补充里面的正半呀，在这里面去补充正半啊。补充正半怎么补？来，我打一个小的例子啊，我们补充正半来做两个补充正半的例子啊，我们现在是跳开了这朵花，我们待会儿慢慢去画啊。来，我们把这组把它拿出来哈，把这一组的第二组的这个花瓣拿出来，教你怎么补第二组的。来，一个大的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我们先教你这个第二组这个正半怎么去补啊，补一个例子出来。然后这里它不是有一层吗？有一层叠加了一层，来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来，它这旁边又来了一个小的，来笔尖再补充一点，然后最后我们又跳出来一个，是吧？我们第二组是不是这样子的花瓣？我们怎么去补充正半？那我们在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再补底色，我们直接来加水。笔上干了，直接加水，你用笔尖去蘸也可以，用这个勺子去加也可以。加了水之后，你去调颜色。好，我们首先把这一个补充，从这个缺口的地方下笔走过来，沿着这个花瓣走到这第二个缺口，然后从第二个缺口里面再来补一笔，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，这个根部沿着这个根部再走到这个中间这个第二个缺口这里来。好，我们这个花瓣你在画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那么圆哈。来，再补充颜色。那我们在补充正半的时候，从这个缺口反笔，你看这个缺口，你看到了吗？为什么说反笔？那我们画这两个反半的时候，我们的笔尖是不是这样朝下的？是吧？是不是朝下的？我们在补充正半的时候，从这个缺口反笔的意思是我现在笔尖是朝上了，那笔尖朝上，笔是侧着的，侧锋。笔尖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这样子走过来，看到了吗？那你走的这个地方，这些还有没有走到位的，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，整合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花瓣的正反半都有了？有吗？就像你单独把这一个花瓣拿出来看，它的正反半是不是有了？那根部的地方，像这个缺口的地方，根部的小缺口直接补上这个最深的胭脂。
好，我们现在补充这个啊，补充这个，你先把这个根部的地方用这个最深的地方、最深的颜色补上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笔尖从这个小的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反笔侧锋过来，你可以停顿一下，然后再走，让这个边缘有一点点这种缺口，它会更好看。好，这个缺口这里不够，你再添一笔，那是不是感觉这个花瓣又成了？这个花瓣是不是又有了？它包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正瓣从这里翻展过来，这种感觉有吗？会补了吗？会补了吗？好，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花瓣啊，有一个大花瓣，我们怎么去补？来继续补充颜色，从这个根部最深的地方用这个最深的颜色补过来。那我们先补充一个哈，还是一样的侧锋过来补到这里来。那补充了一半，这个缺口这里我们再加一笔啊，这里可以补到这里来，补到这里来可以，你可以这一笔直接补出来也可以。那我们可以再做一层，再做一层，我们笔尖再来一点深色的，让它感觉里面还有一层。就像这种大的缺口，我们可以补2层或者是3层。那我们再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再来把它包过来，这里就来一个大花瓣了。大花瓣你要停顿一下，点一下，然后再过来，就是你不要说一下子转过来，直接转成一个圆圈，那就不好看。然后再把这个边缘这个缺口这里再补充一下。好，这个花瓣是不是补好了？补好了吗？看明白了吗？这个是我把第2部分的花瓣拿出来，单独的拿出来补哈，单独的拿出来补。那我们再把第3部分的这个花瓣单独的拿出来给大家补一下，这个第3部分这个花瓣再拿出来给大家单独的补一下。大家把这个花瓣拿出来再来补充一下，这些都是一些小的侧瓣啊，小的侧瓣特别小。画侧瓣的时候还是侧锋往后拖，一定要侧锋，不要中锋啊。就有些画成中锋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画出这种颜色这种变化了，知道吗？好，这边再来一个小的。好，假如说我们这个是第3部分，这个特别小的这个花瓣，我们怎么去补？也是一样的，可以去补哈。来，我们首先补充一点水分，笔上干了，我们稍微补充一点点水分。然后补正瓣的时候，颜色调饱满一点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还是一样，从这个把这小的缺口直接用胭脂最深的胭脂把它补上，小的缺口直接用最深的胭脂把它补上。然后我们首先把这里面这个小的花瓣里面的正瓣补上，来沿着它的边缘走到这个缺口，然后从这个缺口再来一笔。差不多啊，这个花瓣，来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。来，本来这个花瓣我们是要侧锋这样子过来是吧？但是这个太短了，我们直接一样的是这样子哈，从中间这样子走过来，像跟补前面一个花瓣一样的，沿着它这个边缘补过来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往下包一点点啊，让这个花瓣感觉包过来的感觉啊，让这个花瓣感觉从前面。从它这个花瓣包到把这个小花瓣也包起来，这种感觉。好，继续来补充颜色，来还是一样，笔尖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，转过来。你可以这个也可以包一点点过来哈，也可以包一点点过来。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。然后这个小小的也是需要补充一点点哈，来一点点也可以，一点点也要补上。那一点点它也会体现这个层次感出来。然后这个呢还是一样的，
最深的地方用这个胭脂。好，还是一样的侧锋，这个可以大一点点，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点过来。然后我们笔上要有所动作，让它有一点点这种缺口，不至于说这个花瓣太圆啊，不要把花瓣画得太圆。好，这样子这两个组合看懂了吗？怎么去补充正瓣？会了吗？然后搭架子，我们一部分给大家分解了哈，1、2、3，中间的这一层分3块，然后每一块这个架子怎么画？每一块的这个变化，大中小啊，还有长短啊、疏密啊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，一步步的分解，到后面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。那接下来是要干什么？补充的正瓣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3组怎么组合？我们现在把这3组来组合到一起啊。我们现在分解的这3组，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在一起。先调色，先调这个藤黄。我们现在画这个反瓣搭这个架子啊，调一层藤黄。然后调这个玫瑰红。来，笔尖沾一点点颜色，要调到笔尖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。那我们开始搭这个架子哈。我们先开始把这个3组这个架子怎么去把它搭上？一组组的画，我们先来画第一组。第一组是怎么画？第一组是哪一组？给大家再看一下，我重复的给大家看，就怕大家又没有看到哈。来，第一组这一组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啊。这个架子我们先画这一组。这一组的话，还是画这个背面的，来推过来，停，再加花瓣啊，加长，加宽，你可以再宽，再宽。那这边你想加，还可以再加多一点，都可以啊，不加也行。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的，然后再画第2层。第2层从这些缺口这里开始。推过来，点一下，然后再推，再点，然后从这边这个缺口又过来，然后都从这个缺口这里出发，然后这里带一点点尖，这一笔可以画尖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第二层我们窄一点，然后我们再画第3层。那第3层我们可以又宽一点呢。一样的是这个侧锋推过来，推加点哈，点加推。来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来，这边继续延伸这个花瓣。来，这个可以伸出来长一点点。你看这个花瓣的变化啊，花瓣的变化是这样子，这一个是宽窄，又一个宽。那这一边的话，你看伸出来的它的长短都是不一样，不要太齐了，就不要平齐了啊。尽量不要平齐了。好，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画这3块啊。我们的花心，大家可以看到花心这个点一个点哈，我们点一个点，这个是花心的中心的地方。那么再画第2部分哈，第2块这一部分，我们来画第2块了。好，我们补充了一点底色，我们继续调色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。第一张图看一下，第一张图，来，第一张是这样子的啊。来，再调第2个颜色。这个玫瑰红也是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一定要让颜色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。好了，调由深到浅的渐变，然后我们再画第2部分哈。
第二部分是这一块的花瓣，我们画成这样子的一个侧瓣。我们打架子全部都是反瓣啊，打架子所有的花瓣都是反瓣。我们从哪里出发呢？你要看一下心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？你这一组花瓣是3个或者4个，你可以在这个心的这个，就不要画太远了，你不要画到这里来，这个花等下这里要填很多花瓣，你基本上从这个它的边缘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就可以了。那这3个花瓣的这个边缘这里附近出发就可以了，然后笔尖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啊，这一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就成了。我们画了一个之后，其他的花瓣就沿着这一个去画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补充颜色，我们其他的这一组的花瓣就延伸了这一个花瓣来画啊。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瓣里面来加一层，加一个叠加的啊，加一个叠加的这个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瓣从这里叠加过来，让它再从里面叠加过来。好，我感觉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用笔肚轻轻的蘸一下这个底色啊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，加一点底色。好，继续调色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怎么去加花瓣。那这个2个大的，我们旁边要加一些小的啊，有大有小。那有大有小之后呢，我们又要有跳出来的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又要跳出来的。来，这里跳出来一个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有跳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组就画这么多，我们这朵花的花瓣就让它就不要那么复杂，太复杂大家可能觉得太难了，就不好学。好，我们再画第二部分啊，这一部分、第二部分都已经画好了，我们在第3部分啊，第三部分这一块又是不一样哈。我们打这个架子全部都是反瓣，全部都是侧瓣。那么第3部分刚刚画了，是一些这种很窄一点的，很窄的，来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，它的花瓣其实都是反的，就是各种角度不一样的这种反瓣，明白吗？好，一个大一点的，旁边来一个小一点的，然后小一点的旁边又来一个长一点的，好，又来一个长一点的，长一点的旁边又来一个短一点的。然后再稍微的有一个跳出来一点点的，就不要让它全部都在一堆哈。来，像这个缺口的话有点大，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个出来，这样子再加一个出来。那你现在这个架子基本上搭好了之后，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则，按照我们的这个讲法讲的这个规律已经画完了，画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些，画完之后你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的、加反瓣的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啊。这样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缺口你多一点，打完这个架子之后，看着情况去加这个花瓣。那你看到这里的这个缺口有点大，我们这个缺口可以加一个啊。打完架子之后你再去加哈。看情况去加哈，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加一个？这里是不是可以加一个？加的又跟它们有所不同，也有大小的这种关系，也不会平齐，也不要平行。那像这些地方，像这个缺口很大，那这个缺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加一个？好，这里也可以加一个，是吧？那加完之后，有一些想加的，我们就把它加上去啊。那这一块的花瓣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个？
这里我们可以加一个哈，加一个包起来的，哎，这里加一个出来，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架子基本上可以了。我们把3块的地方把它画完之后，我们看情况，适当的可以在这些缝隙里面加上一些花瓣。然后这个架子是已经完整了，这个架子已经搭好了，会了吗？这个架子已经会了吗？亲爱的家人们，会了吗？我们要讲究的是大规律啊，大规律是什么？这个花瓣里面要有变化，就是这第一块这个地方我们要有变化。这个地方也不要齐，每一个花瓣的长短要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不要像鱼鳞一样每个都一样。然后这些花瓣，这些侧瓣要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，还要有这个密的和疏的跳出来的东西。这些也是一样哈，这也是一样，有密的，有疏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。然后这3组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三组它又是一个变化。你看这3组每一组的这个花瓣，它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正背面的，假如说我的手掌是一个花瓣，这个就是正背面的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侧面的啊，侧的厉害一点点，那这边呢就是侧的更厉害，我们就看得到一点点的。这3个组合在起来，它又是一个变化，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都在画变化，在画这种对比关系，明白吗？大小、多少、深浅、虚实，还有这个长短、疏密，这些都是这种对比关系啊。我们补充正瓣，我们来补充一点水分，好，我们来补充正瓣，我们的颜色调饱满一些，把颜色调多一些。你看到我在调色吗？要调饱满哈，颜色调饱满，调多一些，这个颜色才会更加鲜亮，更加好看。哎，来，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肚里面可以调到1/2或者是2/3都可以，调上一点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的颜色一定要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。为什么我们要4个颜色在这里呢？4个颜色在这里，因为每一个颜色它的色调都是不一样的啊，深浅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这几种颜色在一起，就让它的笔肚均匀的晕开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瓣，你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啊，从这里都开始可以。那我们从这一个开始补啊，不要顺手，从这里开始补。那补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些缺口最深的地方用这个胭脂补上啊，把这个最深的这个缺口的地方用这个最深的颜色胭脂把它补上，让这个根部的颜色是最深的。好，我们补了之后，笔上的胭脂用掉了一点点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4个颜色分别是藤黄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藤黄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瓣，从这个缺口来，缺口里面啊，笔尖从缺口里面去补充缺口最深的地方，侧锋哈，侧锋过来。哎，过来到这里停了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继续再补长一点也可以啊，继续补大一点，补长一点也是没问题。你想从哪里停就从哪里停。继续来补充。好，这一个的话，你看这一个的话，基本上跟它这个已经重叠了。我们把这些缺口的地方稍微的补充一点就可以了。来，这里再补充一层，小一点的哈，然后这样子可以包过来。来，你可以包过来，感觉这后面又来了一层，是不是？后面又来一层，让它包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继续补充，像这个小小的反瓣，我们也需要补充一个小小的正瓣啊。一样的是侧锋过来，你看小小的侧瓣补上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正瓣，像这一个花瓣里面，还是从这个最深的地方开始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补充一个花瓣之后，那补充一个的话不够哈，我们再来补充一层。让这个花瓣里面层次多一点点，那还是一样，从它的最深的地方下笔，然后这里补充一个大的，我们停一下，然后再走啊，
就不要一笔走下去，一笔走下去，它很有可能就把这个花瓣走得太圆了。那这个花瓣形状走得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，然后这个边缘这里我们再去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像这些小缺口可以直接点一笔进来，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已经补完了？这个正瓣是不是已经补好了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大胆的去补，就不管它好不好看，不管这个花型是怎样的，我们现在就去补它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继续调色，补充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补充这些所有的反瓣。好，我们继续补充这些根部最深的地方，我们用胭脂把它补上，加上根部最深的地方用胭脂最深的胭脂加上。好，根部来这边侧锋过来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把这里再补充一层，这里又多一层，让它的这个花瓣的层次更加多。根部的地方直接补上一点点胭脂，不要补成一条线哈。有些家人补的时候补的一条线，你要有这种宽窄这种变化。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来从这个根部的地方，还是一样侧锋，来我们这里直接大一点。侧锋过来，这里画的不到位，你可以再添一点点啊，添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该补的这个都补上了啊，继续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一个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补上。那我们可以先补一层过来，补一层。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层。补充的时候，我们的笔稍微有一点点停顿，就让这个边缘不要太圆了，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两部分的这个正瓣都补上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笔上有点点干了，我们再补充一点水分。不要补太多了啊。那我们继续来补充，这里还没有补充哈，这里还有生出来的。那像这个花瓣我们怎么补充？那这个我们没办法说补的很窄的，我们直接补成宽的，补成大的啊。来直接来侧锋过来一笔边缘补满它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继续补充过来。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笔一笔的来，就是要让它有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出现啊，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太圆啊，太过于圆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继续把这些缺口里面的这个正瓣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补充。好，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胭脂，有深色。这里来补充一层过来，补充一层小的，我们这一个要补充2层出来啊。就一个缺口大的地方，你可以让它多一点层次，花瓣让它有大有小。好，这里外面补充一个大的，直接这样子包过来，缺口可以回一下笔啊，那其实这样子，这朵花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把中间的地方把它画上，
把这个中心的，现在我们把这个3个结构搭的这个架子的地方已经补完了之后，我们把中心的地方可以把它先画上，补上啊。把这个中心的这个一块地方把它补上。那么补这个中心的地方，我们也是要一层一层的，不要直接把它填上。我们既然画这个包菜了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它包，也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的这样子包过来。好，把它包起来。那最中间的地方，我们用最深的，用一点这个胭脂，让有些地方让它最深。好，包起来之后，你看像这朵花，我们直接把架子画好之后，把这个所有的正半补上去之后，它就像这样子，它也是一朵花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子是不是一朵花？这一朵含苞待放的花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一朵花可以就这样子，它就完成了。我们就随意的补上一些叶子吧，随意的补上一些叶子。藤黄，我们补充叶子，用这个藤黄。来，笔尖沾一点点这个珠标，沾点珠标，笔尖再沾一点胭脂。我们来画一个枝干啊，我们随意的组合一个小品出来啊。来画一下这个小花托，花托我们要有大有小，也要偶尔有一些这种穿插的。那么简单的画一组叶子啊，简单的画一组叶子。简单的画一组叶子就可以了。3绿，胭脂，直接就用嫩叶子的颜色来画。那叶子我们画个3叉9点，这一条线大家都要练习一下。好，这一组。
好，这里一组叶子啊，这一组3叉9点，这里一个小组合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叶子，从这一组叶子伸出来。啊，这个叶子我们也是要有组合，这一组让它很密，很多都在一起，然后这一组让它稍微的分开一点点，也让它有一个多少和疏密的这种关系在。像这种小的，我们就画随意的画2组叶子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在这里画一组。这里画一组，稍微的有一点点参差的这种关系。啊，这组叶子让它稍微的虚一点点，不要那么实。2组，一组多，一组少，那还可以再来一组更小的。好，来一片更小的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胭脂勾一下这个叶筋。18岁的青春。好了。